一个区区暗劲，也敢在我面前猖狂？你想怎么死？区区暗劲，小子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暗劲高手，别说是在这小小的楚州之地，即便在整个京城都屈指可数。你莫不是以为自己有些实力，便狂妄至此吗？萧远山，你仗着自己是暗劲高手便肆无忌惮，还要打断我的脊梁骨？那么我现在就让你知道，在我眼中，你不过是蝼蚁。怎么可能？罗汉开山！死！太可怕，太吓人了！何公子，你又想怎么死？我是何家的嫡系子弟，你若敢动我，何家不会放过你的！李先生，饶命啊！将朱果送到西子堂别墅，雪莲给王婉婉就可以。至于拍雪莲的那1亿元，我会给你写一张支票。不必如此，那1亿元是我送的礼物。不必，我不喜欢占便宜。一晚上突破1层，看来这朱果的效果真是逆天。如果能再找几颗这样的灵果，岂不是自己很快就能修炼到大成了？少爷，听说你的君临集团最近正在融资，刚好我这里有几个老板对少爷慕名已久，想入股少爷的公司，不知少爷能否给他们个机会？好，你在哪里？我这就过去。如此得寸进尺，这是仗着挂着京城的牌子欺负我这个楚州的小老百姓吗？哪儿来的大傻逼，快给老子躲开，不然老子撞死你！哪儿来的大傻逼，快给老子躲开，不然老子撞死你！周少，对方可是开的法拉利，出现在这个小区，恐怕不是一般人。老子踩的就是这种开法拉利的，一个破楚州能有什么厉害人物？他就是开飞机，老子也照样上去扇他2个耳光。周青，怎么回事？前面那个傻逼竟然跟我来劲儿，正好这几天我手痒痒了。妈的！给我打这小子，往死里打！小子，你他妈谁的车都敢撞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小子，你完了！敢打张少！张叔叔，朝阳北阳被人打了。张少，你忍一忍，张叔叔他马上就到了。小子，听到了没有？你竟敢掰断我的手指，马上你就会为自己的行为而付出代价。小伙子功夫不错，
不知师从何人啊？我师父的名字你不配知道。哼，倒是挺狂。小伙子功夫不错，不知师从何人啊？我师父的名字你不配知道。哼，倒是挺狂。小子，3招，最多3招，我就能让你趴下，你信吗？打败你，我只需要1招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打败你，只要1招。这小子还真是狂妄，无知者无畏，竟然说1招打陈师傅，简直可笑。陈师傅何必与他废话？既然他敢如此大言不惭，那陈师傅就让他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就是给这小子一点教训，好好的给他上一课。好刚猛的一拳，怕是一扭倒被打死当场。我说了，只用1招。妈的，老子弄死你！住手！赵老板，您来了。少爷，等了这么长时间都没等到您的到来，原来您在这里啊！遇到几个京城来的大爷，想要欺负我这位小老百姓，就陪他们玩了玩。这点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就好。姓赵的，你敢打我爸爸，你他妈找死！怎么？你想翻脸？想动手？你他妈给脸不要脸！老子好心给你介绍我战龙集团的少爷认识，再看看你们的儿子，竟敢惹我家少爷生气！你张家、周家、刘家了不起是不？有本事现在就调动你们所有的能量来干一场！俺家比你们家族强多了吧？但就因为得罪我家少爷，他们是什么下场？行了，这2人1人打断1条腿，还有他们开的这些车都给我砸了。少爷，里面请。少爷，里面请。少爷，关于3家投资君临集团的事情，您打算怎么办？不必了，连自己儿子都教育不好，让他们投资君临集团，也是给君临集团惹是非。君临集团不差这点钱。好的，少爷，我这就通知他们3个，他们的公子得罪少爷也是咎由自取。对了，赵龙图，你这次来楚州，真的只是为了投资吗？据我所知，楚州这点小鱼小虾，哪值得你亲自来？当然不是。楚州这点小鱼小虾，哪值得你亲自来？当然不是。投资公司不过是个幌子，我真正是为了一件宝物而来。前段时间我得到消息，边南各个世家和修罗的人齐聚楚州，似乎为了争夺一件这宝贝，所以我才亲自来到楚州查看。修罗一直是我们战龙殿的死对头，我当然不能任由宝物落到修罗的手里。原来是为了血玉珠而来，此事我来解决，你不用管了。少爷知道血玉珠？那血玉珠是修罗费尽心思要抢的。修罗作为世界顶级的势力，虽然不如战龙殿，但也相差无比。少爷想从他们手上虎口夺善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东西已经到了我的手上。少爷没有开玩笑吧？当然没有，所以你就不用再打血玉珠的主意了。属下明白了。这是我为老头准备的礼物，老头一直没有见我，麻烦你替我转交给他。少爷，那辆法拉利已经撞坏，需要维修，您先从我这里开一辆车代步吧。不必了，我去买辆自行车，顺便每天锻炼身体。你觉得这位少爷怎么样？这位少爷有锐气，而且身上透着一股子骄傲，是难得的青年俊兵。是啊，大老板选中的人岂会差？只是少年得志，难免有些狂妄自大，而且过于意气用事，不懂得权衡，完全可以让京城3大家族入股君临集团，可他却拒绝了。算了，不说他了，反正现在我还没有彻底的站队，再观望一下吧。对了，修罗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？听说这次修罗的一位高手要来楚州，恐怕不好对付。少爷说血玉珠在他的手上，修罗的高手来了以后，肯定要对他出手。此事你要极力的关注。虽说这位少爷有些狂妄，但毕竟是我战龙殿的少主，若是在我眼皮底下受到伤害，那大老板也不会饶了我。赵总放心，若有消息，我一定第一时间汇报给您。好，你办事我一向放心。
究竟是谁杀了我的孙儿？爸，我派人查去了，杀小南的是一个青年，具体的背景还不清楚。不过和药王公司的人应该有些联系。敢杀我何家的嫡系子弟，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！楚州那边有消息了。杀死少爷的人名叫李军，我们顺着药王公司这条线去查，发现此人曾在楚州富豪王幼林的寿宴上出现，并且与楚州州商会长周炳坑、总督宇谢华交情不浅。哼，原来是有些背景，难怪敢动我何家的人。但即便是楚州总督，杀了我孙儿也要偿命。能够打死萧缓山，实力自然不弱。可就算是暗境高手又如何？一样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此人怕是比暗境高手还要恐怖。属下这里有当时游轮上录下的一段视频，您看了就知道了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好了，慌什么？我何家好歹乃是百年世家，纵然此人有通天手段，杀了何家的人，也要他付出代价。立马动用何家所有的宫廷武社，全部进入楚州。我要让整个楚州，包括整个京城的人看看得罪我何家的下场。老二，替我递上拜帖，我要请黄家家主黄江超喝茶，黄家才是楚州真正的皇帝。马上备车，带我到金陵，我要拜访东方泽先生。您真的要动用这层关系？当年东方泽落难京城，我助他一臂之力，如今该是他为我何家出力的时候了。这个时候了，若不用这层关系，更待何时？是，属下明白。